水淹南台湾，前瞻治水，钱去到位，打水漂咯，1000亿前瞻计划。2006年扁政府的时候，就8年800亿，加到8年1160亿，那钱其实都到南部去了啦。台北根本分不到什么钱，台北。他们说以前你们已经分过了，你们够了这样。2014年马政府又编了660亿，然后2017年这个蔡政府又编了1356亿，光这几年，你看就3-4千亿，整个加起来，每年只要淹水就开始编特别预算。只要淹水就预备金就开始救然后救完了，过程下次淹水又来了，而且经常是同样的地方那真是这些钱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也说1200亿到底用在什么地方这个国民党不分区委员陈金辉说，花了884亿南部要跟人民道歉了，这钱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钱不是都是跟白花了吗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立委赖瑞荣说，国民党是积极在协助救灾，国民党扯后腿陈局、陈其迈都努力治水你们攻击地方建设不道德，地方建设怎么可以攻击？不可以，只能攻击中央这逻辑我听不懂了。那另外呢，国民党质疑1200亿前瞻计划花到哪里？吴世尧说，水的确比以前退得快一点好，那么朱立伦说，治水是不是达到效果需要检讨？因为它很难检讨。平常心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检讨。大雨来就现在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雨然后你怎么检讨那所以他们讲说，一场大雨就露馅了嘛就露馅了。那高雄市本来说它是海绵城市啦没有雨的时候海绵管你是什么绵都可以一下雨的海绵就完蛋了所以呢也变成陈其迈治水的大考验他说我盖了25个这个滞洪池，就什么叫滞洪池？像游泳池一样，下雨水就进去所以可以把这个水留起来。让很多埤塘，高雄那边很多埤塘都能填平了，干嘛填平？因为盖房子那多值钱了。我们盖了这个滞洪池那滞洪池能够容纳多少水呢？也是有限的我们看一下。怎么不见沙包，而是出动人墙肉身挡水？这人肉沙包画面引发讨论。虽然事后住户澄清，大家不是在挡水，而是合力扛起水闸门。不过这回凯米台风，高雄的治水还是逃不过在野质疑。在前瞻预算里面，高雄市拿到这么多的预算，请问一下，这些治水预算到底花到哪里去了？蓝营问钱究竟花去哪？水利署强调，2018年高雄推出在地治洪政策，治水还是有成绩。以这次凯米台风为例，溪水上游就减少2.78公顷淹水面积。双这个打破了过去在平地的单日最高雨量跟山地的最高雨量。而台海历年政府投入治水预算，扁政府8年800亿治水，马政府则是6年660亿。蔡政府上台后动用前瞻特别预算中1356亿投入治水，近20年中央地方编列的治水经费就超过1兆元，但台风来照样淹，人工治水究竟有无成效？专家强调，暴雨后淹水无可避免，不过防洪看重排水，当排水能力不足，应该使用滞洪池与抽水站补强，而另外前置作业也是关键。针对淹水地区比较严重的地方，我们可能治水的强度，可能投入的经费就要比较高了。好，用这种方式再去慢慢检讨，让所谓的易淹水地区的面积慢慢去减少。要打造韧性城市，不是撒币就好，治水也要对症下药。来，好，叶律师，我觉得是这样啦。其实最近我们正好立法院在处理这个调查权的国会调查权的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我们人民花了1000多亿、2000多亿去中南部做治水的预算，到底治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立法委员就应该要有权利去要求行政机关说明，这些年来我到底预算给了谁，哪一些厂商，哪一些厂商又做了哪一些事情？那这一次结果的功效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需要国会，就是要控制我们老百姓缴的税到底政府拿去做什么？那你政府税金拿出去以后做了什么？人民就是要有权利要知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期待就是水利署也好，经济部也好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机关
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到底钱拿去哪里做了什么？那这一次又反映出来什么样的功效啊？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治本的方法了。不，基本上他都会讲说，我这个比如台北市啊，这个就是水墙挡水墙啊，是抵抗200年洪水频率，啊，就过去200年没有这么高的，我可以抵抗200年。但有的时候会超过现在，因为极端气候嘛，是。那现在就要看说，你这个都市的设计，你的设计到底要抵挡多少年的？对，我觉得可以算出来啊。我觉得另外一点要提的就是说，今天到底在台风来之前，好，已经知道台风要来了，高雄市到底做了什么？我刚刚去 Google 啊，就是上一次高雄市大规模去疏浚排水道，那是韩市长的时候，之后找不到这样的新闻了。对，因为你下水道如果里面阻塞的话，就排不了嘛。对啊，那我的这个都市的设计，我到底要阻挡多少年的频率？那如果是水来比这个大，那没话讲嘛，对不对？那就总是会有点淹嘛。我也不可能阻挡2000年的，我要花多少钱呢？不可能嘛。像杜拜前次淹大水，我相信他绝对没有任何钱花在治水，他10年也不下一次雨啊，他干嘛花钱呢？淹就淹吧，对不对？假如说你经常淹，而且经常突破超过你的那个什么几百年年限，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要加强的，就变成这样嘛。我38年前买我的房子的时候啊，在小巨蛋旁边嘛，一下雨啊，这个车库门前一定要堆沙包。那后来治水真的治得非常好，就是污水下水道嘛，所以现在再也沙包都丢了，每一次都没有积水，每次那个洞一下子就光了，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失败的 case。这一次，所以我觉得蓝白党团的国会啊，要赶快请专家配合专家，以最快的速度去检讨到底这些计划对不对。以前不对是什么？是一条河流啊，你一段它一段，它一段，就分段治水啊，所以责任推来推去。那现在是说这个滞洪池到底有没有效？显然无效的话，那我问你，那将来以后的几年还要多少钱啊？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多一点滞洪池呢，还是要改变计划呢？我觉得你不能说失败了，钱花了，水积了，然后退了。就一切化为无形。我觉得国民党团、民进党那个民众党要加油啊！好，刚才大律师所讲的调查权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他们要动调？他们就怕你查，其实哪一件事情不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的主张，我们替他完成，所以这个调查权现在也已经暂停。那当然，我们要尊重大法官，我们就暂停。但是有一点，高雄会造成这样1000多亿的这种治水的前瞻预算，很简单啊，我们要看看今天淹水，高雄的淹水，台南也淹水，今天到底是海水倒灌，或者排水不良？这个。专家要先把它分析出来。如果是排水不良，就是你所有做的排水功能不彰嘛。那如果海水倒灌，这个叫做天灾，没办法。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陈水扁不管好与坏，最起码他编列的8年800亿的预算，他做一个叫做什么沿山分子洪。那个时候是那个细子啊。伟山最清楚，涉事你们新北市这个汐止是淹水淹的苦不堪言呐，但是最后把沿山子分洪道做了以后，就不淹了。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的花钱花在刀口上。可是这8年来一党执政，所以据我了解，8800亿的预算就只有一张单子所以你说要调查，怎么调查？我们现在痛苦的是在这里。我跟佩祥也很主张啊，就像这个调查权，当然要去加强嘛。我不管今天调查权是只针对国民党执政或民进党执政，调查权是国会调查权是有必要的嘛。你要面对国会，要讲实在话。所以我举这2个例子。南部地区花了1000多亿，请问一下，还是淹嘛？还是淹？所以我是觉得调查权是有必要，但是到底效用怎么样，要去把它分析出来。我反对林委员的说法，
不好意思，因为其实说实在，就我们会看到，不是那一张纸的问题。其实你说的那个一定是在报告的时候，当然是简化。可是所有的工程背后都是一大叠的预算书，一大叠的设计的工程，那绝对不会是只有一张纸。所以我想跟林委员讲的应该是不太一样。那当然，其实这一次在前瞻预算里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工程，当然不只是中南部的那些滞洪池。其实我想要讲一个石门水库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叫做这个阿姆坪防汛隧道，它很有趣，它在这个水库下面挖了一个隧道。那这一次就有因为这个台风所启动，因为这个石门水库已经到了非常高的水位，它一次排洪可以卸掉非常多的这个淤沙。以前我们都要用抽沙船在这个水库的上面去抽，那非常的慢，那又花钱。可是现在经由这个隧道，我们的这个石门水库可以多活200年。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治水工程，这对于整个北部地区的用水有非常大的一个功能。那当然，这个绝对是这个预算不止用在这边，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委员可以先看过这个预算之后再来说，再来批评这个政策。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对于台湾绝对是利大于弊的。我自己我在高雄住过3年，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港务公司，所以我在高雄港。对，在高雄住过3年。那在高雄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他们的基础建设其实有很多的缺陷。这个缺陷不是说谁的过错，而是它的都市计划基本上是日据时代规划的。所以那时候日据时代规划的时候，高雄的人可能没这么多，也没有，而且他们那时候高雄是以重工业为主。那后来一直在去慢慢去改变，最近积极在转型，但是基础建设的缺陷还是很明显。在高雄，如果你放1缸的水，自来水放1缸的水，你过了3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水，那1缸的水下面全部都是灰。这是必然，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高雄喝的水基本上都是自己去买水用来喝。如果我们基础建设就有这么大的缺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都市的转型是有问题的。而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已经在这个在这个基础建设上面已经有缺陷的时候，那极端气候来了，然后我们又很明显的看到这1200亿的全专预算，严格讲起来是应该对于整个都市的体质来做改善。今天我们看到的淹水，今天我们看到基础建设的缺陷，严格讲，前瞻预算不应该只是单纯治水，而是把整个城市重新改头换面一次。而因为说高雄可能说有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改善，但是变成是说。我在高雄那3年的时候，刚好是陈市长在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光荣高雄，治水是不吸睛的。这种概念，我看到很多在高雄的时候，黄色小鸭啦，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但是很多很基础的建设，譬如说高雄如何去跟香港竞争。像高雄最大竞争者不是台北，而是香港，他从来没有去讲这些事情。变成是说，我们在看到很多城市竞争城市规划里面，高雄其实很漂亮。但是也就只有漂亮，变成说整个体质，整个高雄都市的体质没有再去做改变的时候，这个其实钱花下去，这是应该要检讨，这是没有错的。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这是强台凯米重船南台湾哈，赖清德到高雄美浓去勘灾，宣布全国淹水50公分的每户补助2万，哦，好50公分。那市府这中央哦50公分以上，后来又行政院2万，高雄市政府再加1万5，变成3万5，一般家户。那如果你是低收入、中低收入户，哦，那行政院加码到3万，高雄市政府1万5变成4万5，啊，反正就给钱嘛，啊，那你不要怎么抱怨的，不给你钱还抱怨什么？啊，每户最高可以领到10万，啊，那另外呢，这个苏贞昌、陈其迈，以前呢讲话呢，苏贞昌的时候天公伯加公平。做得好就不淹水，做不好就淹水。政治这种东西哦，真的啊，不要太铁口啊。那市民有需要的时候，市长一定要在，否则有市长跟没市长都赶快啊。那所以网友就说了啊，回力镖啊，那原来当时在埋伏笔哦，等等啊，所以就是说。当时讲话很好听，哦，讲的这个很难听了啊，
但是呢，现在就报到自己身上来。王义川，那林涛发文找黄捷跟王义川说啊，陈其迈很好吗？你们现在就不赞美他呢？那另外呢，这个王义川他去骂卢秀燕什么说穿红背心的等，那他以前也当在台中市政府做官员也，他就是红背心，就是都穿红背心嘛，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他当时说台中群龙无首，但是没有，台中因为他是轮流的，那个指挥官是轮流的，副市长郑肇宪那天不轮值，所以到机场，我觉得接着市长在沿途跟他报告状况也是正常嘛，那么另外呢，这个黄捷说他的团队奔波了一整天，不要对高雄喷政治口水。那市民就问说狼嘞，为什么手机都不接呢？已读也不回呢？你说你的团队忙了一整天，那人在哪里呢？你去哪里了？是不是根本不在台湾？黄捷就发文说我的团队在奔波。那网络就说出国玩不敢说，不知道了他到底在哪里不知道王义川说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了，所以呢，他这个红背心连线被酸说这是中央规定的，中央规定我们防疫中都要穿红背心，你也请穿红背心呢，那现在台中市政府把王义川的说法当成谣言，当成谣言，那这个如果再讲要被处3年以下的徒刑、拘役或100万以下的罚金，再讲郑丽文说民进党已经是认定卢秀燕是最可怕的敌人，所以现在就在打卢秀燕。我们看一下。美浓桑胶园盯农损，必要时还蹲下跟农民询问状况。凯米台风前早刚走，总统隔天直奔高雄看灾。11点到1点一样是最大的。看着美浓溪的滚滚黄泥水，众人讨论的是前一天的水有多满。只不过在地立委说，对比昔日莫拉克风灾已经好很多。邱莹有跟我说，莫拉克台风的时候是淹1层楼高了，不过这一次是淹到看起来大概30分公分高啊。换句话说，我们这几年来所投入的治水的预算，还是有发挥的功能。总统自豪治水的钱没白花，或许这也是为何总统首场勘灾行程没往市区跑。而一旁的陈其迈总统也不忘夸2句。我要感谢陈其迈市长率领的市政团队，充分掌握气象的资讯，预先做防灾、减灾、避灾的种种工作。这是在替陈其迈前一天急转弯的台风假政策缓颊吗？毕竟市长脸书一度被灌爆，陈其迈不认转弯，话锋一转，当面向总统请命，淹水补助50公分以上一户给2万，50公分以下低收户也有1万元。这部分我们谢谢陈其迈市长的建议，也敬请各位立委能够鼎力支持。淹水补助全台统一，另一头卓荣泰则到台南、嘉义和云林勘灾。至于副院长前进宜兰，3人分进合集。虽说都是民进党政府，但赖总统的灾后视察跟前总统灾后2-3天后财富灾区风格很不同。好吧，除了这个呢，他们在找黄捷，到底黄捷去哪里？我们看一下。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发文急询高雄立委黄捷，并问治水预算要不要检验，也急询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是否忘记自己也曾经穿红背心坐在应变中心。会这么酸，就是因为王义川质疑台中市府官员为了替市长卢秀燕接机，让应变中心群龙无首。面对蓝营攻击，黄捷则是在自己的粉丝专页持续更新高雄灾情，也说自己的团队从早到晚都在地方奔波，也特别强调有需要可以私讯位置，会马上协助。来进。这个王义川呢，一直拿这个红背心来做文章啊，就卢秀燕他们团队红背心做文章，也不能够转移陈其迈在高雄这个治水不利的这样的事实啊。他讲说到了台中市政府呢，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团队呢，还带这个红背心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说早知道就会有
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就不要出国就好了嘛，哈。但是呢，这个卢秀燕不是讲的也是很清楚嘛，因为他们在出发前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这个风灾的，就知道有台风要来，那可能会有风灾，那所以按照规定，他们把这个背心带在身上，这有什么不对呢？而且你讲这个红背心，到底它那个重点在哪里呢？你能够因为讲这个东西而去伤到这个卢秀燕吗？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更何况在高雄遭遇到这么大的这个风灾，然后这个整个市呢都泡在这个水里的时候呢，卢秀燕呢还给这个陈其迈送暖，在这种情之下，你不是显得这个王一川他的那个攻击呢，完全就是处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不知道民进党的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王一川，他这个策略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啊？除了就显示你们这个呢小鼻子小眼睛，然后歇斯底里之外，一点作用都没有啊。老沈做过这个位置，你说什么？你做过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嘛？对，是啊，不，政策会执行长不管是哪一个党，一向都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当的，没有像他只是备位的这个不分区排在后面的啊，竟然有做政策会的执行长，很奇怪哦，很奇怪。刘律师没有啦，我觉得刚刚看到说这个补助每个人2万，我其实就想到当初高雄瓦斯气爆以后，也是就是直接撒钱啊。可是我觉得老百姓其实不是要拿你那个钱，我要的是不要淹水嘛。你国家花了1-2千亿要去治水，到底在治什么？你不要治水失败了以后就拿钱来撒，然后好像这样去塞大家的嘴巴，我觉得不是老百姓要的东西啦。我觉得还是讲清楚、说明白，到底治了什么，治水治了什么项目，哪一些厂商做了什么，这些厂商做的这个治水的工程到底有没有发挥工程，一项一项讲清楚，不能把老百姓的钱拿来这样乱花钱。尤其如果都集中在少数特定厂商的话，到底有没有官商勾结，有没有图利，这才是真正要查的事情嘛。我跟你讲啊，因为台湾1年都有几次水灾嘛，火灾不算哦，因为火灾一下子啪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好表演的。那水灾因为拖好几天，所以历年历次的经验已经演绎成一套非常精致的这个防灾制造、治灾表演学啊。所以第一，人要在啊，水灾的时候你人不能跑；第二呢，要摆出一个架势，制服要穿得漂亮，然后色面要摆出来。第三呢，现场一定要去，但是你去的话，穿什么鞋子？裤管你要不要卷起来？可不可以穿西装？去到底规身躯是得爱凉落去，还是爱撩落去？还是安尼远看，还是坐电车里面？第4点呢，灾情过后发钱，5公分多少，10公分多少？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低收入户一样的50公分要多给一点？低收入户50公分的受灾的程度比其他人少啊，因为50公分的受难是什么？是水跟土进来以后要清干净。低收入户的家里可要清干净的东西其实比较少。为啥？是，其实就还先谢谢台中市长愿意就是帮忙在高雄做一些抢灾的工作啊，这点还是要先谢谢他。不过我们也知道，他本身也是这个所谓灾防法这个法定的指挥官，他本来就应该从美国回来，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美化从美国回来这件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反而是我觉得他事先应该先评估他为什么要这么早的出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非常的严重哦，那也看到他的这个台风是很快速的在移动，也有可能会变成强台。那我想这是他误判了啦，但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去造神，因为本来今天所谓一个地方的这个县市首长就应该要好好的作证。那甚至我们看到是整个台中市的官员都跑去接机，那在这个状况下，你是等于是把这个指挥中心放空城。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检讨的。这我一定要回应一下，因为我以前负责台北市的国际事务工作。你今天官员能够出访的时间其实就是暑假，那暑假本来就是台风会来的时候。那今天要去美国或去哪里访问，一定是2-3个月以前早就开始排，好不容易敲到人家的时间，然后去访问。那你不可能说啊，只要有台风来的时候，你连要排去参访都不行。这个对于台湾在这么艰困的外交环境，这是不利的。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当你在市长层级的时候，你没有出访没有限制；当你到了行政院，当你到了中央以后，你要去哪里几乎都去不了。你只能趁着还是市长的时候去认识其他的国家的市长，或甚至是国会议员。所以我觉得，对于市长层级出访，真的不要用这个小鼻子小眼睛方式去苛责啊！我觉得这对台湾的发展是不利的。高雄，我补充一句哈，我觉得陈其迈有治理上的大问题，就是说，
在之前的时候呢，高雄呢因为靠这个演唱会啊，哇，所以这个演唱会经济啊，哇，搞得这个风生水起啊，大家就很棒很棒。然后呢，以高雄的这个做法呢，就来嘲笑这个蒋万安，到现在呢大巨蛋呢能不能够举行演唱会还搞不定嘛哈，所以高雄呢非常的这个志得意满。可是，一场这个大雨呢，把他的这种施政的烟火的这种假象呢，一口气呢全部消灭了哈。的确，这次的这个雨量呢是非常的大，他说是莫拉克加上这个凡纳比台风，但是问题是在于是说，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极端气候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个治水呢，都要在超越过去的这个基础上。而且我们高雄或是台湾都号称我们在科技啊，在 AI 上面呢，我们有多少的领先的技术？你不能够仰赖这个现代的科技来做一个合理的计算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要忘了，高雄呢在那边呢是有台积电的2奈米厂的。那在这个淹水的事情这个发生之后呢，台积电是说他们现在一切都没有问题啊，他们的工程呢都继续来这个进行。可是当你要把一个高雄建设成是一个有一个最新的工业化的一个城市的时候，你所有的设施的条件都要符合国际一流的水准否则你这个一大雨来就淹，然后一地震来就塌的话，你怎么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建设的未来啊？我觉得这是风灾了。刚刚沈大佬讲那个风灾表演秀最成功的人，其实不在台湾，是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其实被 McCain 挑战得很惨。如果那个飓风 Sandy 来的时候，他用一个风灾在那边拥抱着那些灾民，就这一个动作让他就这一个动作加上那个宾拉登被枪毙，这2个动作让他这个连任的路很顺。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风灾政治学。老实讲，如果黄捷来讲，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风灾的时候，身为一个员，甚至身为一个长，你必须在这边的意思。不管是卢秀燕，我老实讲，陈其迈在场，但是他说他是不及格的，他这个长做的不及格。卢秀燕赶回来，他的长做的及格，就是这样子。那至少这个风灾政治学、风灾表演学，他们做得很好。但是黄捷的话，可能没有意识到说，他也算是个长，因为这7个选区就是他一个立法委员。他如果没有赶回来，他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那还好。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有赶回来，很明显的扣分。那天去接卢秀燕，其实就是郑肇兴跟另外一个，这并不是全部了，就他轮值的还是轮值了。休息一下再回来。